谍战剧中，悬疑感和紧张感是最能吸引观众的亮点。破晓时分用2大板斧牢牢抓住观众的眼球。第一板斧，潜伏。在大多数剧中，潜伏人员通常是某个处长，有获取情报的能力，但位置不高，不容易引起怀疑。但破晓时分中的吴石、于和伟氏却位高权重。1949年8月，国内各地接连解放，原本在福州迎接解放的吴石，意外被任命为敌方的国防部次长。为了获取更多的情报，吴石按照党组织的指示，前往台湾就职。工作之中，吴石利用职务之便，陆续我方提供了重要的绝密情报。不过，身居高位的他不仅要处处谨慎防备自己身份不暴露，还要提防有人觊觎他的职位陷害他。怎样在多双眼睛的注视下将情报安全地传递出去，吴石这个角色身上就有着极大的戏剧性。第二板斧，内鬼。执行任务时，吴石的交通员牺牲只有2个原因，一是吴石身份暴露，二是组织内有内鬼。而吴石继续着潜伏任务，似乎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一些。那么内鬼究竟是谁？组织上派去新的交通员去台湾，朱峰、吴越氏放弃合家团圆的机会，只身前往台湾。一路上，他既要伪装身份，又要找出内鬼，还要接应吴石。朱峰走的每一步都令人神经紧绷。破晓时分的故事改编自真实的历史人物，惊涛拍孤岛，碧波映天晓。虎穴藏忠魂，曙光迎来早，正是毛主席写给朱峰的诗。在台湾，吴石、朱峰密切合作，送出了多份情报，为全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。而他们的事迹又会被怎样改变，呈现在荧幕上，值得观众。而破晓时分的出现，或许能为谍战剧破局。谍战题材向来是最考验演员演技的国剧类型。从网传消息来看，破晓时分中的演员是被观众和业内认可的演技派，非常令人放心。先说男主角于和伟。对演员来说，难度最大的角色是真实存在的人物，但于和伟却能完美塑造出来。觉醒年代中，于和伟在饰演陈独秀时，许多小动作都有着烟火气，让人角色真实不做作，演出了角色身为封建大家长的独断与蛮横，文化人的傲慢和敏感。而在看到底层民众的疾苦后，嚎啕大哭，又体现着他的家国情怀。在于和伟的表演下，历史书的人物活了起来。他也凭完美演绎这一角色，斩获白玉兰视帝。出演《三体》时，有不少原著粉觉得于和伟原著中的角色差距较大，但于和伟用演技弥补了形象上的不足，言行举止粗鲁，但粗中有细，将这个人物诠释得非常到位。更关键的是，在谍战题材中，于和伟有着丰富的经验。悬崖之上中，他饰演的周怡表面上是老奸巨猾伪满洲国特务，实则是地下党特工。于和伟凭借精湛的演技，成功塑造了表面平静如水，实则心机深沉的角色，充满张力。这次在破晓时分中，相信于和伟会用精湛的演技塑造好吴石这一角色，让人眼前一亮。说完男主角，再说女主角吴越。吴越的表现不受题材、作品风格的限制，什么角色都能完美驾驭。她演得了现实题材的大女主接地气、贴近生活的一面，又能把都市女性角色演得气质不凡。扫黑风暴中，吴越饰演的贺云首次出场是除恶的正派人物，随着剧情发展，她成了恶势力的保护伞。提到正义时，她脸上流露出来的无可奈何，将内心纠葛、情感变化呈现出来。当被儿子威胁成人质，看到儿子开枪后的隐忍、痛心、悔恨自己的包庇，绝望之后又恢复冷静，吴越的表演充满层次感，给观众带来很大惊喜。到了县委大院中，吴越成了真正为民着想的女干部爱先知，处理起民生问题来气场十足，有着不容置喙的威慑力。精彩的表演也助她拿下白玉兰视后。同样的，在谍战剧中，吴越的表现也非常亮眼，即使薄冰的剧情备受吐槽，
但吴越用精湛的演技为撑起了口碑。剧中她饰演邱映霞，打扮干练非常有戏，表演时几乎没有太大的动作，表情也只是微小的调整，却让观众感受到女特工的沉稳和实力。破晓黎明中，吴越的表现自然不用担心。从2017年的风筝之后，观众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一部像样的谍战剧了。不是观众不喜欢谍战，而是市场拍不出好的谍战。那么破晓时分又该如何破局？